扶孕婦過馬路後，我發現這孕婦居然和我同一個小區。進了小區，孕婦又說和我同一個單元，一直到把孕婦送到了家門口，我才發現這孕婦一開始就是衝着我來的。電梯裡的人陸續都下去了，我盯着電梯上警備暗亮的21樓。剛才電梯人多，我想着可能有人和他同一個樓層，就沒特意問。可是現在電梯裡只剩下我和他了，我感覺有點奇怪，就看了看扶着肚子微微喘粗氣的孕婦，她看起來差不多有40歲，衣着樸素，簡單的扎着頭髮，身上掛着一個破舊的布袋，布袋鼓鼓囊囊的。我出於禮貌，一路上都是叫她大姐，大姐，你是不是忘記按電梯了？你住幾楼啊？我幫你按。一路上孕婦大姐都一臉和善，感激不盡，和我不断攀談。可奇怪的是，從電梯只剩下我們2個人開始，一直到電梯在21樓停下，她都沉着臉沒再說話。我心裡奇怪，莫名有點打鼓。電梯門開，我又叫了孕婦大姐一聲，她依然不說話。我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說不出的異樣感在我心裡盤旋。我突然想到，最近刷短視頻說，現在新型人贩子會使用各種方法尾隨目標对象。可看着孕婦大姐顫顫巍巍，走路都艱難的樣子，我又覺得自己未免太多心。眼看電梯門又要關閉，我趕緊按住按鈕。大姐，我到了。然後半開玩笑的說，大姐，你不會是我家新搬來的鄰居吧？說完，孕婦大姐一副突然反應過來的樣子，她立馬笑着說，對对对，我們是鄰居，我也是21楼，最近剛搬來。我的心咯噔了一聲。小区戶型都是大戶型，一梯2戶，分別在是2101和2102。我住2101，对面2102一直住的是一對年輕夫妻，我認識，根本沒有什麼新搬來的鄰居。我努力保持笑容的自然。原來如此，大姐，我和您真的好有緣分啊！可會不會太有緣分了些？路上那麼多人，她剛好挺着肚子在我面前差點滑倒，抓着我的手臂一直說難受，卻堅持不肯讓我送去我工作的醫院，說回家躺會就好。然後我送她過完馬路，看她如此艱難，心中不忍，就一路扶她回家。然後才知道她居然和我是同一個小區的。到了小區，她又說自己也在八棟，和我是一個單元。她說自己忘帶門禁卡了，要我幫她刷一下。一路上她很健談，把我的年齡、學歷、哪裡工作、家裡有什麼人都問了個遍。即便如此，我也沒懷疑什麼。她畢竟是個孕婦，一臉即將生下寶寶的幸福和善，我防備她做什麼？可現在可能看我遲遲沒有走出電梯，孕婦大姐抓着我的胳膊，雙目含淚。是啊，妹子，我看你第一眼就面善，要不是碰到你一路扶着我這麼大肚子，血压高的發暈，真不知道怎麼加。咱們做女人的真是不容易，你說是不是？她说完握着我的手，我覺察到她抓我的那只手一直在顫抖，額頭真真實實的滲的都是汗。她應該真的很難受吧？我想起之前自己懷女兒時的艱辛，體重飆升到後期走幾步就喘，頓時覺得我是不是想的太多了？她只是一個行動不便的大齡孕婦，還有妊娠高血壓，而且懷着孩子的人怎麼會有壞心眼呢？可能是鄰居那小2口家來親戚了呢？人家又沒有義務告訴我這個只在樓道點頭之交的鄰居。再說，就算不是，她現在的體力真有壞心，她是也沒有這個能力。這樣想，我自己也鬆了口氣。我把孕婦大姐搀扶出電梯，然後說：“大姐，你先在這等着我，我去幫您敲門。”我正要往2102去敲门，孕婦突然拽住我的胳膊：“等等，家裡沒人，妹子，我去你家坐會吧，我肚子難受的厲害。”我還沒敲，你就這麼確定沒有人？我看着孕婦大姐眼中突然閃現的急切，心莫名的慌。所以有時候真的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我的聲音已經有些生硬：“大姐，我還是送您去醫院吧。您要是真出什麼問題，我可擔不起這個責任啊。”孕婦大姐急忙擺手：“我都說了我不去，我去你家躺一會就好了。”我心裡警鈴大響，我再傻也感覺到不對勁了。家裡現在沒有人，老公出差去了，何況我一會還要去幼兒園接4歲的女兒放學。我假意答應，但是卻留了心眼。那大姐你等一下，我先開門。孕婦大姐果然鬆口氣，滿臉喜悅。好好。我停頓了一下腳步，徑直走到2102。我回頭看孕婦大姐的反應，裝作急切的表情：“大姐，我帶錯鑰匙了，家門打不開，這可怎么辦啊？”孕婦大姐臉色微變，陰恻恻地說：“怎麼可能帶錯鑰匙啊？這鑰匙上不還有你家的鑰匙扣呢嗎？妹子，你不會不想讓我進你家吧？”我瞬間麻了，我當然不會帶錯鑰匙，我家是2101，這鑰匙如果能打開2102的門，才真是見了鬼。什麼和我是鄰居？這孕婦大姐滿嘴都是謊話，我全身的肌肉瞬間都繃了起來。我趕緊疾步往電梯方向走，聲音都有點磕絆。我和同事的鑰匙扣是一起買的，肯定是拿錯了。没事，大姐你站在等等我，我去物業拿一下備用鑰匙。很快，沒等她反應歸來，我已經按住電梯。萬幸這回電梯沒人用，我直接就進去了。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我還聽到她在外面大喊了聲我的名字：“哎，李小敏，你先別走啊！”如果剛開始我只是慌張，那聽到我的名字那一刻，我才是真開始感覺害怕，因為我根本沒有告訴過她我的名字，她是怎麼知道的？這孕婦根本就是衝着我來的。我進入電梯，立馬打開手機開始看我家門口的可是門鈴監控，可監控裡面的內容真是讓人毛骨悚然。剛才一臉吃力扶腰喘粗氣的孕婦，看到我離開後，瞬間直起了身，她臉色陰沉，很明顯的一臉快噴發的怒氣。她一邊手腳靈便的來回踱步，一邊開始打電話。監控沒有聲音，所以我聽不到她具體說了什麼，只是看她手腳不停在樓道比劃着。掛完電話，孕婦就直接健步往消防樓梯口跑去。枕頭從她衣服裡掉落的那一刻，她慌張的趕緊拾起，重新塞回了衣服。那瞬間，我的脊背上瞬間寒透。我的天，居然連懷孕都是假的！這大姐直起腰，明顯我比我高大健碩太多。我沒法想象，如果剛才我直接開了家門，讓她進了我家，門一關會發生什麼？我趕緊給我老公打電話，語帶哭腔的把剛才遇到的事情和我老公簡單描述了一遍。老公，我好像被人盯上了。老公安撫了我之後，說他會盡快趕回來。我實在不敢回家，
就躲在小区门口的奶茶店往门口看。过了好一会，终于看到那个假孕婦挺着大肚子走了出来。我正要松了口气，却看到路对面一直停着的面包车上门突然打开，走下来2个中年男人，两人肥头大耳的，胳膊上满是夸张的纹身，脖子上挂着链子，一看就不是善茬。更恐怖的是，那个假孕妇居然朝2个人走了过去，他们居然是一伙的。3个人不知道说着什么，随即假孕妇跳进車裡，3人一起消失在拐角處。我待在原地，全身的雞皮疙瘩都站了起來。不知過了多久，我手機響了起來，我才從夢中驚醒，是女兒幼兒園裡班主任的微信電話。我下意識的有點慌，現在這個點還沒放學，女兒很乖，班主任還從沒在上課時間給我打過電話，不會出什麼事了吧？等我接聽完老師的電話後，我才知道我們全家都被人盯上了，危險才剛剛開始。燦燦媽媽嗎？燦燦這邊回家了嗎？我血液一縮，什麼意思？我女兒燦燦這個點不是在你們幼兒園嗎？怎麼會回家？我下意識的去看了一下女兒電話手錶的定位，的確在幼兒園。我咽下口水，沒有，我正準備一會去接她。張老師，發生了什麼事情嗎？張老師語氣裡是控制不住的慌張。燦燦好像丟了。我的心臟停了1秒。我們已經找了她1個小時，還是沒有找到。她的電話手錶也落在午休的小床上，沒有帶。怎麼會？心臟似乎下1秒就要跳出胸腔，這不是要我的命嗎？我趕緊往外走，跌了2次我都顧不上。女兒是在一家大型私立幼兒園上中班，距我家不遠，10分鐘路。我原本覺得私立幼兒園收費貴得多，但是設備和餐飲更好，特別是全程的監控，我手機這邊就可以隨時查看女兒的動態。除非我和我老公，其他人是不可能從老師那邊把女兒接走。就算是我倒班時，公公婆婆替我來接，也需要我和老師打個招呼才可以。可如今，老師居然和我說，孩子在他眼皮子底下丟了。我邊走邊打開監控，切換了幾個位置，果然沒有看見女兒的身影，就趕緊撒腿就往幼兒園狂跑，一邊跑一邊把最壞的情形都想了一個遍。不知道為何，我的腦海裡總閃過假孕婦陰惻惻的臉，這一切太巧了，巧得讓人發瘋。等到了幼兒園，看到了正抹眼淚的張老師和一臉焦急的園長，我根本顧不上問責，女兒的安全才是第一位。我強迫自己冷靜，什麼時候發現不見的？監控看了嗎？園長趕緊調出監控，指給我看。午睡時，老師幫燦燦摘掉了電話手錶，放在了床頭，然後燦燦一直翻來覆去沒有睡，一直到午睡結束後，所有小朋友排隊去上廁所，燦燦沒有跟上，獨自走了出去。生活老師就沒看到燦燦，就去教室和院裡找，看到燦燦在院子裡好像到處在找什麼東西，就遠遠地喊她回來，然後轉頭，燦燦就不見了。女兒要找什麼？為什麼不和老師說就去幼兒園的院子裡？門衛那邊有安保大叔，幼兒園只有1個出口，他根本不可能出去啊！我把院子裡監控時間繼續往前調，很快我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一個女人正挺着大大的肚子，扒着柵欄朝女兒這邊揮手。我感覺我的呼吸有些急促。園長，警察這邊怎麼還沒到？不是說已經找了1個小時了嗎？張老師支支吾吾，目光閃躲。園長他不讓報警，我直接炸了。沒報警是什麼意思？園長瞪了張老師一眼，趕緊搶話說：燦燦媽，您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您也看到了，孩子沒可能出幼兒園，肯定就在某個角落裡，我們再找找。報警的話，動靜鬧大了，實在是對我們幼兒園的聲譽不好。家長們都知道，我們眼皮子下面丟了孩子，誰還敢往我們園裡送人？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園長，如果不是快到接孩子放學的時間，那他們是不是連我都不會通知？我直接甩開園長的手，幾乎是咆哮着說：我女兒平安無事找到最好，但凡她有個什麼不好，我會讓你們負法律責任。我拿出電話，立刻報警，警察這邊幾分鐘就到了。然而這時，我女兒居然自己出現了，女兒揉着雙眼，隔着人群對我喊：媽媽！我大叫一聲，跑過去一把將女兒抱在懷裡，繃不住哭了出來。燦燦，你跑哪去了？我們找你都找瘋了。我看到女兒頭髮凌亂，身上沾的都是樹葉，我趕緊檢查她身上有沒有傷痕，衣服還有褲褲有沒有問題。幸而除了有些髒兮兮，一股臭臭的味道，其他沒有什麼異常。女兒抬頭看到所有人都看向了她，有點瑟縮的躲在我懷裡。阿姨讓我鑽在假山的洞裡等她，她說她家狗狗養生了隻小狗狗，還可以送給我。可我等了好久，她還沒來，我太困了，我就睡着了。我心中警鈴大響，什麼阿姨？哪個阿姨？女兒比劃了下肚子，肚子裡有個小寶寶的阿姨。張老師終於反應過來，連忙說：是不是一個拎着布袋子的孕婦？見女兒點頭，張老師又說：這幾天總見到一個孕婦在門口徘徊，我還以為是其他班的家長，我看到好幾次她和燦燦隔着圍欄說話，就上去詢問，但是她說和燦燦媽是同事，挺着大肚子，看起來挺和善的。她還給我看了你們的合照，每次說一會話就走了，也從沒給孩子塞過吃的，而且隔着圍欄我就沒攔了。我越聽越怕，她說是我同事就是我同事，照片是可以合成的，你不知道嗎？你都說看到好幾次了，那你為什麼一次也沒問過我？我社交網站上，特別是微信和抖音，有時候會上傳我們一家3口的視頻和照片，記錄生活。她肯定是通過這些途徑獲得我的照片和信息和我女兒的喜好。如今想來，這些無疑都是給壞人可乘之機。可為
什麼是我？他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盯上我女兒的？还有這假孕婦看起來對幼兒園裡很熟悉，她甚至知道幼兒園的監控盲區在哪。她用小奶狗為诱饵，哄得我女兒主動鑽進在盲区的假山洞裡。那洞又窄又小，誰會想到又有孩子藏在裡面？她絕對是個慣犯。假如今天我沒有出現呢？假如今天我開門讓那個孕婦進了我家呢？假如她像新聞裡那樣用 A 換臉騙幼兒園老師，說是我同意我是來接走燦燦的呢？那女兒會如何？我會如何？但是想想我就已經快崩潰。女兒的出现讓所有人都如釋重負，除了我。我抓着身邊一個警察的手不肯鬆。警察同志，我要報案！我要報案！我帶着女兒在派出所做了筆錄。我覺得我家的可是门铃拍到了假孕婦的臉，學校的監控也有她多次和我女兒搭話的記錄。女兒雖小，但也清楚地表述了和假孕婦溝通的內容，這都是清清楚楚的鐵證。可警察在做完筆錄後和我說的話，幾乎動搖了我一直以來的信念。警察說那個女人並沒有造成什麼實質性傷害，單憑監控的內容，他們無法抓人。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報案。派出所裡幾個穿着制服的警察來來回回，幾個坐在位置上的警察打着回訪電話，像我很愛看的國產警匪片裡的橋段，很不真實。我看着給我做筆錄的年輕警察的臉，抱着懷裡已經睡着的女兒，感覺很無力，一切好像一场噩夢。最可笑的是，我以為拿着監控報警就沒事了，就像電視劇裡一樣，光明降臨，壞人落網，好人可以安心生活。可事實是，他們卻告訴我沒有辦法。我崩潰地反問那個年輕警察，沒有實質性傷害就沒辦法了嗎？等有實質性傷害，我和女兒還有機會來尋求幫助和正義嗎？一切都無可挽回，再有什麼措施還有意義嗎？年輕警察看看我，嘆口氣，規定就是這樣的，您的情緒我們都理解，可我們也没有辦法。年輕警察加了我的微信，說他姓林，負責這個片區，有事情可以第一時間聯繫他，他已經做到職權範圍內的負責，我很感激。我抱着女兒離開，懷裡的她縮成小小的一團，長長的睫毛扇子般鋪眼上，眉毛因為受到驚嚇，即便睡着還是皺在一起。我坐在網約車上，報了公公婆婆家的地址，然後輕輕地把她的頭髮梳理好，扎成2個鬆鬆的小揪揪。自從有了女兒，我隨身的包裡永遠有小梳子、濕紙巾、小鏡子、小髮卡，女兒就是我的命。生了女兒後，原本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变得比誰都怕死。那個假孕婦事後想一下，就會知道我騙了她。那夥人已經知道我家具體的地址，我根本不敢和女兒再住在那裡。老公開了4個小時高速，正在趕回來的路上。下車後，公公婆婆把熟睡的孩子從我手裡接過去，那是一對慈祥善良的老人，對我好，對我女兒更好。我工作順利，愛情美滿，孩子健康漂亮。今天之前，我一直覺得我的人生算得上安穩美滿，可現在心裡卻如裝了一塊塵鐵。我站在後面，昏黃的燈光下，看着公公婆婆抱着孩子的背影，看着我老公的微信，慢慢的，心裡終於踏實很多。可正當我要跟着公公婆婆走進单元入口時，我突然看到遠處閃過一個人影，那人動作閃躲的動作又快又熟練，只是一閃而過，我根本沒有看清，也許只是路人走過，可我還是下意識地加快了腳步，也催促公婆快些回家。回到家後，我絕望地發現楼道口的那影子如夢魇的種子般深深在我心底種下。無論我現在在哪，哪怕在明亮又安全的屋子裡，愛的人都在眼前，我依然感覺背後看不見的黑暗處一直有雙眼睛，無时无刻不在窺視着我，隨時伺機夺走我全部的幸福。我給女兒辦了轉學，轉到了公婆家附近的幼兒園。我魔怔了一樣，頻繁地看幼兒園的監控視頻，每天送女兒上學都要反覆交代不可以和陌生人說話。老公出差前安排人把公婆家裡和门口也安装了監控。我的心一夜之間变硬了，遇到需要幫助的人，第一反應这人是不是壞人，是不是騙子？打車先報備車牌號給家人，出門總是不是看看後面有沒有陌生人跟着。我不斷在網上搜索新型詐騙，看網上說有人 A1 換臉，就和家裡人都約定了視頻的暗號。好在後面的日子，生活又恢復成從前一樣的平靜，那影子在我心裡的陰霾開始漸漸淡去。公婆家房子不大，老2口住正好，可3代人住在一起就擁擠了很多。我甚至已經想好，再過段時間要不要搬回2101。如果後來沒有發生那些事的話，事情到此為止該多好。那天晚上我小夜班送來了一個緊急搶救的病人，院長的電話直接打到了我們科室，因為這個病人不是別人，正是我們自己醫院兒科的護士長劉鑫。我看到劉鑫的那瞬間，腦子嗡的炸開了。我和劉鑫是同一所大學畢業，他開朗愛笑，出了名的熱心腸。去年因為下班路上成功搶救溺水的3個孩子，被報道後破格提為我們醫院最年輕的護士長。雖然不在一個科室，但我倆平時見面總是要擠在一起聊2句。昨天在食堂打飯的時候碰到，他還在笑着說他女兒諾諾最喜歡吃肉，今天食堂的排骨做得好，他要多打些帶回去。我羨慕的感慨說，我家燦燦吃飯老大難，讓他吃塊肉感覺像逼他似的。劉鑫被我逗得大笑，直嚷着笑得肚子疼，他的笑聲還回盪在我耳邊。可現在卻他滿身是血，慘無人色地躺在了急救推車上。手術整整進行了3個小時，人連手術台都沒下就走了。手術室外的走廊上堵滿了警察。小林警官看到我朝我招招手，我也從他那裡才知道劉鑫家不止他出了事，而小林警官之所以願意和我說，是因為他覺得刘鑫家的事和我有關。这是我人生第2次來警察局，已是深夜，小林警官正把監控內容快速播放，然後在一個身影出現的時候迅速點擊讚，然後我赫然看到一個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好像站不穩般靠在劉鑫身上，是她那張臉，我絕不可能認錯。小林警官繼續說，我們調取了劉鑫從醫院下班後回到住所的所有監控，這個假孕婦使用的伎倆基本和上次針對你的事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劉鑫上當了。他們一夥人在劉鑫家盯了2天後開始下手。這個假孕婦進了劉鑫家後逗留了一段時間後露出了真面目。假孕婦給同夥的2個男子發去信號，可假孕婦裡應外控制了劉女士家裡，他們殺害了劉鑫的丈夫王磊，轉走了銀行所有資金，共計15萬，用行李箱
江帶走了他們4岁的女。刘星重傷，在醫院沒被搶救回來。目前根據現在掌握的證據，箱子裡的小女孩王諾諾極大概率還活着。李女士，案發後我們以最快點的速追查凶犯逃竄的方向。他們有一輛面包車，我們調取了全市的道路監控，一定會到犯罪团解救孩子。別的省目前也發現了類似的案件，他們的目標是拐賣婦女兒或者勒索。可這次不同，出了惡性命案。小林警官看着我，眉頭緊皺。上次你們報案後是不是搬家了？我木然的點頭。他繼續說：“是幸福小區嗎？”我吃驚的看向小林警官，我沒告訴過他。你怎麼知道？小林警官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那輛面包車出現在刘星家附近之前，有7天一直徘徊的就是幸福小區。我記得您說过，您的先生經營着有一家公司，你們家的家条件刘星家要好。這幫人圖財，我想這幫人的第一目標極有可能一直都是你家。也許是因為他們發現你警惕性很高，一時不好下手，才開始更換目標，選定劉星家。所以在這幫人被抓捕之前，請你和你的家人一定要高度警惕。臨走時，小林警官送我出去。我問他，別的省也發現了類似的案件，那我第一次保安的時候，你們為什麼不管？連我女兒都知道，疾病要預防，要勤洗小手，等生病了再去醫院就很嚴重了。可這麼簡單的道理，你們卻告訴我沒有辦法。小林警官沉默地一直目送我進了我老公的車。我的問題，他始終沒有回答。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當時的心情：崩潰、心痛、迷茫、內疚、害怕、無力。我控制着自己的情緒，盡量冷靜地配合警方做了詳細的錄。可車窗關閉那一刻，我一下繃不住，捂住臉開始嚎啕大哭。如果我能和劉鑫說我遇到的事情，如果我能讓他也提高警惕，可能一切都不會發生。是我害了他。我老公摟着我抖如筛糠的肩膀，我反手抓住他的衣服，死不願意鬆開。王磊為了護着劉鑫和諾諾，他被捅了10幾刀，當場死亡。老公，我沒法想象劉鑫當時多絕望，也沒法想象遇害的如果是你，現在生死未卜的是燦燦，我該多崩潰。我自以為在醫院工作，見慣了生死，可當愛的人生命無時無刻不在危險時，我才知道什麼叫害怕。我真的怕得骨頭縫都疼。那天我和老公的心情都太沉重，雙双一夜未眠。第二天看到新聞時，警方連夜追查，終於逮捕了殺害劉鑫夫妻的2名凶犯，救回了孩子。可遺憾的是，假孕婦逃脫了。那天我知道這假孕婦的真名譚翠雲。那之後我辭職了，老公公司的業務天南海北的，出差頻率也越來越頻繁。我每天上班總是心事重重，接到電話，特別是家裡或者幼兒園的電話，就會應激的害怕。我現在是2個孩子的媽媽，特別是被諾諾有很明顯的創傷後遺症，我一點閃失都承擔不起。我和老公商量後，賣掉了2101的那套房子，在新的區域買了一套4居室大戶型，和公公婆婆、燦燦、諾諾住在一起。我一直和小林警官有着聯繫，可讓人失望的是，假孕婦一直沒有抓捕歸案。午夜夢回，假孕婦那張偽善的臉不斷出現在我的夢裡。等我向她伸出手去，她的臉開始扭曲，陰毒的死盯着我笑。等我醒來，衣服早已汗濕。收養諾諾後，我發現燦燦也變懂事很多，她像小大人一樣，每天陪着諾諾逗她笑。為了哄諾諾吃飯，也開始吃最不喜歡的肉。諾諾從開始的半夜睡覺都尖叫着醒來，到現在已經開始慢慢願意接納新的爸爸媽媽，只是睡覺時一定要睡在燦燦身邊。2個同齡的孩子的小臉擠在一起，我相信時間會撫平傷痛，我相信一切會往好的方向發展。燦燦和諾諾都會健康的長大，家人會平安的守在一起，過平靜的生活。平靜的生活過了3年，2個孩子都已經上小學，老公公司業務穩定下來，出差時間越來越少，陪伴孩子和家人的時間也多了起來。那時候我開始考慮重新上班，我重新拿起專業書，應聘離家很近也比較清閒的2甲醫院。畢業季的時候，醫院來了不少衛校的實習生，這批孩子要輪轉科室，我也被安排帶2個徒弟琳琳和西西。為了方便，我拉了個群，2個孩子表現的都特別好，特別是西西，專業好，善良又漂亮。我也主動和護理部提過，畢業後希望2個實習生可以留院。沒想到就在他們實習快結束的時候，我又遇到了故人。群裡琳琳和西西在不停嘰嘰喳喳的吐槽《如懿傳》這部電視劇，我1集沒看過，可聽他們持續了1個星期的槽，基本等於把劇看完了。我忍不住提醒，別光顧着吐槽了，今天小夜班你們倆可別忘了帶飯。琳琳歡快的笑聲從語音裡傳來。放心吧，李老師，我今天蒸了我媽寄來的辣排骨給您嘗嘗。我笑着拍了一下我的盒饭，發在群裡，3塊牛排和我的愛徒們一起分享。西西發出一個幸福的誇張表情，然後說：哎呀，老師，我奶讓我給你带的辣椒醬，我忘了，她一定带給您的。西西奶奶是4川人，之前西西發現我喜歡吃辣，就央求她奶奶給我寄來，我哭笑不得，下次再帶。快交班了，別遲到了。西西一邊說不會遲到的，我跑着去。西西拿到辣椒醬的時候，還往群裡發了照片。老師，您吃了一定會愛上我奶奶的，她手藝一絕。可下一條信息發來時，開始有些不對勁了。琳琳已經到了，交班時間到了。我一邊和同事交班，巡查每個病房，一邊不斷低頭看手機。西西半天也沒在群裡說話。我在群裡@西西到哪了，她終於回復了我。老師，我碰到一個孕婦，她好像很不舒服。我心裡咯噔一下。你還記得老師和你說過的故事吧？西西，遇到陌生人有困難，你打110和120電話，或者直接送到我們單位。如果他要你送他去一個地方，其他地方一律拒絕。对了，拍一下孕婦的臉給我看一下。西西打字回復：老師，我記得，可拍臉是不是不好啊？我怎麼看她都是真的不舒服。我差點控制不住想罵人，再也顧不上交班，直接一個視頻電話打過去。等待的時間差點把人逼瘋，每一秒都如此漫長。終於視頻接通，我故意把自己的鏡頭關閉，不讓自己的臉露出來，聲音裡是忍不住焦躁：陳西西，你怎麼這麼久才接？鏡頭對面，西西面帶愧色，那個孕婦戴着大大的帽子，露出陌生的半張臉。不是她，我鬆口氣，可依然留了個心眼。截屏住那孕婦的半張臉。西西，
老師有經驗，你把孕婦的肚子狀況拍給我肚子看看，我這邊好打電話讓急診安排。西西把鏡頭對着孕婦的肚子，那孕婦甚至大大方方地掀開了寬大的衣服，雖然大部分地方蓋着衣服，可的的確確是孕婦的肚子，不是假孕婦。我心裡繃的弦立刻鬆了下來，交代了幾句就掛掉了電話。可當我聽完西西的最後一條語音，我整個都懵了。這下你放心了吧，李老師？西西的聲音清澈又歡快，可這語音後面還有個人的聲音，那個聲音在問：妹子，你老師叫什麼名字？我突然大叫一聲，所有同事和病人都齊刷刷地看向我，我反覆不斷聽那個語音：妹子，你老師叫什麼名字？妹子，妹子，妹子。這個聲音曾無數次出現在我的夢裡，整整3年，每一個字每一個音都刻進了我大腦的記憶細胞裡，我無數個驚醒的夢裡絕不會有錯。我趕緊給西西撥過去電話，可手機裡卻只剩下忙音，我的手控制不住的發抖。我趕緊給小林警官打過去電話：小林警官，我是李小敏，你們趕快過來。我聽到了譚翠雲的聲音，不可能聽錯，那聲音化成灰我都記得，我为我說的每一個字負全責。對，她叫陳西西，是我帶的實習生，手機已經打不通了，和我交班的同事看着我失控的樣子。小敏，怎麼了？不會是那個你說的假孕婦吧？劉鑫出事後，我變成了祥林嫂，每一個認識我的人都聽我說過那件事，生怕有人再遇到這個惡魔。我點頭，眼淚止不住的流。這班不教了，辛苦你們幫我頂一下班。琳琳，你還是學生，哪也不許去，留下幫其他老師打下手。其他人，求求你們幫我找人，人命關天。琳琳急得直跳腳，可又不敢圍毆我。實習生都是在實習單位住房子，都不遠。我把西西住所的地址到醫院，她每天雷打不動走的信陽路路段，從網上用 GPS 定位的實體圖截取出來，然後簡明扼要的把事情發到了群裡尋求幫助。附帶的是一張林警官發給我的譚翠雲的通緝照片，還有我和西西視頻時截圖下來的照片。譚翠雲的面容變化很大，請各位注意甄別。我先替劉護士長一家，替我的學生西西給大家鞠躬了，發到了醫院的工作人員大群裡。很快群裡沸起來，保安科的發到保安群裡，拉我進去；護工發到護工群裡，拉我進群；琳琳發到實習生群，拉我進群。所有人員，除非排班在職，不能離開職位的，所有白班下班正在交班的是安保阿姨，全部鱼貫而出。对着群裡給的信息，跑到那段路開始找人。最讓我震驚的是，大家又把信息轉發到自己的小區、朋友、家人群裡。不過幾分鐘的時間，信陽路上竟然魚貫至了上百號人，而且看起來還有更多的人在加入進來。我熱淚盈眶的往信陽路段瘋跑。突然有人在群裡說，在一個居民樓下發現了一瓶被打翻的辣椒醬，照片傳到群裡，正是西西帶給我的那瓶。所有人開始往那人說的地方蜂擁而去，我的手控制不住的發抖。我趕緊給小林警官打過去電話：小林警官，我是李小敏，你們趕快過來。我聽到了譚翠雲的聲音，不可能聽錯，那聲音化成灰我都記得，我為我說的每一個字負全責。對，她叫陳西西，是我帶的實習生，手機已經打不通了，和我交班的同事看着我失控的樣子。小敏，怎麼了？不會是那個你說的假孕婦吧？劉鑫出事後，我變成了祥林嫂，每一個認識我的人都聽我說過那件事，生怕有人再遇到這個惡魔。我點頭，眼淚止不住的流。這班不教了，辛苦你們幫我頂一下班。琳琳，你還是學生，哪也不許去，留下幫其他老師打下手。其他人，求求你們幫我找人，人命關天。琳琳急得直跳腳，可又不敢圍毆我。實習生都是在實習單位住房子，都不遠。我把西西住所的地址到醫院，她每天雷打不動走的信陽路路段，從網上用 GPS 定位的實體圖截取出來，然後簡明扼要的把事情發到了群裡尋求幫助。附帶的是一張林警官發給我的譚翠雲的通緝照片，還有我和西西視頻時截圖下來的照片。譚翠雲的面容變化很大，請各位注意甄別。我先替刘護士長一家，替我的學生西西给大家鞠躬了，發到了醫院的工作人員大群裡。很快群裡沸起來，保安科的發到保安群裡，拉我進去；護工發到護工群裡，拉我進群；琳琳發到實習生群，拉我進群。所有人員，除非排班在職，不能離開職位的，所有白班下班正在交班的是安保阿姨，全部魚貫而出。对着群裡給的信息，跑到那段路開始找人。最讓我震驚的是，大家又把信息轉發到自己的小區、朋友、家人群裡。不過幾分鐘的時間，信陽路上竟然魚貫至了上百號人，而且看起來還有更多的人在加入進來。我熱淚盈眶的往信陽路段瘋跑。突然有人在群裡說，在一個居民樓下發現了一瓶被打翻的辣椒醬，照片傳到群裡，正是西西帶給我的那瓶。所有人開始往那人說的地方蜂擁而去。西西啊，你絕不能出事！人群中開始傳來打雜的聲音，人聲在樓道口喧鬧沸騰。抓到了，抓到了！群情激憤，也不知道是誰第一個開始踹了那3個男人，開始出現第一個、第3個，拳頭、棍棒都把開始雨點一樣向3個男人打來。外面圍着的警察也不知道是真的擠不進去，拿着喇叭在那慢吞吞的喊，請大家不要激動，不要激動。慘叫聲此起彼伏，混合着歡呼聲不絕於耳。中年男子被圍在人群中間，只有一個男的還勉強站着試圖反抗，另外2個早已經爛泥一樣趴在地上，滿身泥巴混着血，有氣出沒氣進。我順着人群往樓道裡走，那邊從1樓到3樓也被堵得水泄不通。3樓的房門開着，屋子裡面傳來一個一陣陣尖銳的叫囂聲，是的聲音。他用刀指着自己袒露的肚皮，面容凶狠又猙獰，像個凶狠的困獸。你們過來啊，過來啊！一屍2命，你們信不信？小林警官，不對，現在是林隊長和其他幾名警察被迫和譚翠雲保持一定距離。一名女警正在試圖溝通，穩定譚翠雲的情緒。我瘋了一樣擠進去尋找西西，然後聽到西西滿是哭腔的叫聲。李老師，西西掙脫抱着她的年長女警，跑出來一把保住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氣。聽到西西的聲音，我的眼淚也忍不住流了下來。我趕緊上上下下的看了一眼，沒有傷痕，衣服完好。西西忙說：老師，我沒
沒事，他們正要綁住我，就看樓下到處都是人，他們就不管我了，想跑沒跑成。李老師，她真的就是那個譚翠雲嗎？可您不是說她是假孕婦嗎？曾经是假的，現在不是了，或者說她不是很久了，这些也是我後來才知道的。譚翠雲之所以裝孕婦裝得這麼通真，是因為她自己大部分的時間的確就是孕婦。她的母親是她爸爸拐來的，記憶裡她的母親永遠都是大着肚子的。她5、6歲開始，她也開始被賣來賣去。她是個徹的黑戶，連個身份證、戶口本都沒有，一張臉不知道在黑診所裡改了多少次，自己最初長什麼樣自己也記不得了。據說就連譚翠雲的名字是她親生母親被拐前的名字，她並沒有自己的名字。記憶裡她爸爸一直叫她譚翠雲。長大後的她在這個犯罪的利益鏈條裡負責以孕婦的樣子引誘被她盯上的善良女性和孩子。她不只是拐賣女性和孩子，她也賣自己的孩子也是不斷生不斷賣。父親是誰的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她的一生就像活在黑暗的深淵一灘爛泥，而她唯一擅長的就是把其他女性也拉進深淵裡。西西後來留院了，她不再是我的徒弟，变成了我的同事，我的好友。她經常来我家串门，有空的时候就來陪我的2個孩子玩，我的生活多了一份色彩。譚翠雲公開庭審的時候前一天，我去看劉鑫，我帶着全家一起去看她，給她帶了她最喜歡的百合花。她和她老公王磊并排葬在一個墓地裡，墓碑上的照片，2人依偎着彼此。那天的陽光很好，雲也白很清，我們一家6口都會開啟新的生活，平安健康。